一条美鹤子是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御太所。本来庆喜的未婚妻是关白一条中乡的女儿千代君，但千代君在婚礼前得了天花，为了维持这门婚事，一条家就把侄女美鹤子收为养女，让她代替千代君嫁给了庆喜。可结婚才半年，美鹤子就自杀未遂，因为庆喜和他的寡嫂德信院之间的关系似乎远远超越了他们夫妻间的情感。据说德信院是一位比美鹤子还要美貌的女子，美鹤子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女官们评价她是个比较敏感、嫉妒心较强的女人。婚后第3年，美鹤子生下了一个女儿，但孩子在第4天就夭折了。从那以后，她的身体就变得十分虚弱，精神状态也一直不太稳定。又过几年，庆喜被任命为第14代将军德川家茂的监护人，需要长期在京都处理政务。美鹤子被留在了江户，两人开始长期分居。但庆喜继任第15代将军后，他更是长期待在京都和大阪执政，没有进入江户城，所以美鹤子也因此成为了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进入大奥的将军御太所。即使大战奉还，庆喜辞去将军职务后，他又被明治政府软禁，美鹤子更是无法和他见面。等到庆喜获准解除软禁，已经是1年多之后了。美鹤子这才动身去静冈与丈夫团聚。这时他们夫妻分居已经足足10年，但就在静冈这段时间，庆喜又陆续接受了2位侧室，中根信和新村信。2位侧室共为他生下了20几个孩子。虽然美鹤子身为正妻，也帮忙抚养了这些孩子，但据说她内心一直感到寂寞，与庆喜的关系也始终比较疏离。1894年，美鹤子因乳腺癌去世，享年60岁。欢迎观看本期的风流志浮生思，期待您的点赞、关注和评论，您的支持对我十分重要，谢谢。德川镜子是明治时期德川达孝伯爵的夫人，也是德川庆喜于侧室中根信所生的长女。据说她是庆喜最喜爱的女儿。镜子出生于1873年，幼年时曾和具有皇族血统的祖母德川吉子一起拍过合影，是庆喜众多子女中较早留下影像记录的人之一。随着时代进入明治维新后的新社会，镜子也接受了当时近代女子教育，就读于新式女校，属于明治初期较早接受西式教育的华族女性。1887年，年仅14岁的镜子嫁入田安德川家，与家督德川达孝成婚。达孝也是我们在赌记那篇里讲的没有成为15代将军，但成为了德川宗家当主的德川家达的亲弟弟。婚后6年间，他先后生下4名女儿。然而镜子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最终在21岁时因病早逝。现存的这张他19岁时的照片，也因此成为了他最后的影像记录。镜子去世后，为了延续香火，德川达孝在同年又迎娶了岛津忠义公爵的女儿岛津之子为继室，并和他一共生有1子5女，田安德川家也由此得以延续。这位幕户松子与民国的小凤仙有的一拼，她是京都3本幕最著名的艺妓之一，不仅容貌出众，更擅长吹笛与舞蹈，沉迷于她的客人不计其数。幕末动乱中，她遇见了后来成为明治维新3英杰之一的幕户孝允。当时松子已是某位富豪金主的情人，幕户与这位大金主为了争夺他的芳心，不惜互相斗富，几次豪掷千金，最终还是靠着好友伊藤博文拔刀威逼了一直纠缠松子的富商，松子才最后成为幕户孝允的独友。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松子一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幕户，为他筹钱，为维新志士传递消息，为他掩护逃亡。即便身边充满危险，他仍然对幕户赤胆忠心。幸运的是，与小凤仙坎坷的命运相比，松子的结局美好得多。明治维新成功后，她正式嫁给了当时已经成为新政府核心领导人的幕户孝允。
从京都的著名艺妓变成了参议夫人。这段婚姻也被视为当时身份差距最大的一对夫妇。夫妻俩在东京与京都往来生活，松子常伴幕户出席各种场合，也成为了他生活与社交中不可或缺的支柱。1877年，幕户孝允因病逝世，松子为父守节，剃发为尼，终身守护幕户的木所。她在43岁时因胃病离世，葬在京都，与丈夫长眠相伴。裘其龙生于1841年的京都，是坂本龙马的妻子。他原本出身优渥，父亲曾任皇家御医，因而自幼接受过良好的教养，会插花、香道与茶道。然而一场政治事件牵连了家族，父亲被捕，获释后不久便病逝，这使得阿龙的家族迅速败落，母女只能依靠变卖衣物度日。一次，阿龙的母亲受骗，导致2位妹妹被抢，并陷入被骂入风尘的危机。阿龙得知后，毅然卖掉自己的和服筹钱，怀中藏刀，只身前往大阪，与人犯据理力争，最终成功将妹妹们救出。这件事情后来成为了他一生中最广为人知的壮举之一。阿龙在京都工作期间结识了坂本龙马，两人随后成婚。1866年世田屋事件中，他在沐浴时发现了幕府刺客潜入，顾不得穿衣，便半裸着身体冲出浴室报警，使龙马及时逃脱。这些事情都证明了她是个豪爽勇敢的女人。事情过后，坂本龙马带着阿龙前往萨摩休养，两人巡游鹿儿岛一带温泉，被后世称为日本最早的新婚旅行。龙马对阿龙十分着迷，但他身边的人却对阿龙评价不高，认为他性格刚烈，行事强势，很难说得上是贤妻。阿龙本人对坂本龙马的事业并不感兴趣，对他的历史地位也缺乏认知。据说他是直到明治维新后，才由官方告知了他坂本龙马的种种功绩。1867年，坂本龙马在京都遇刺身亡，阿龙剪发守灵，终身未育。他后来虽曾再婚，却因为性情不合与缺乏亲友支持，晚年生活困顿，甚至染上了酗酒，最终在66岁时孤独终老。陆奥亮子生于1856年，是外交官陆奥宗光的妻子，以美貌与高贵的气质著称。亮子虽然出身武士家庭，却只是侍妾的女儿。她自幼容貌出众，使家中主母心生不悦，不幸被送离本家成为艺妓，却因祸得福，令她名声大噪，于名妓小青，并称为新桥双美人。1872年，年仅17岁的亮子嫁给了常来光顾的客人陆奥宗光，成为了他的继室。婚后5年，宗光因涉入政治案件被判入狱5年。亮子寄居友人家中，一边侍奉婆母，一边抚养子女，同时频繁探视狱中的丈夫。夫妻俩还以书信往来相互扶持，感情没有因牢狱之灾而疏离。然而宗光虽然信誓旦旦，却本性风流。出狱后不久，便有一名曾在狱中与他保持亲密来往的女性登门造访，但亮子最终还是选择原谅了丈夫。次年，宗光被派往欧洲留学，依然与亮子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宗光回国后重返政坛，亮子也正式进入了上流社交界。凭借着天生的美貌、优雅的举止与出众的社交能力，他迅速成为了鹿鸣馆时期最耀眼的名媛之一。1888年，陆奥宗光出任驻美公使，亮子随夫赴美。他的自然洒脱与从容谈吐，使其在华盛顿政界与外交圈备受欢迎，被誉为华盛顿上流社交界之花。他因癌症转移病逝，年仅45岁。大山舍松生于会津，据说非常聪明。舍松在12岁时成为日本最早的女子官费留学生之一，也是首位取得美国大学学士学位的日本女性。她的哥哥山川健次郎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东京、九州、京都3所帝国大学的总长。他在美国时寄宿于牧师家庭，能迅速掌握英语，然后进入瓦萨学院主修英语文学。188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演讲引起了当时的美国媒体的关注。她与出身萨摩的丈夫原本分属日本政治版图上势不两立的阵营，再加上两地方言差异极大，刚认识时沟通并不顺畅。但因为两人都是官费留学生，法语竟然成为了他们交流的共同语言，并最终促成恋爱与婚姻，是当时少有的自由恋爱。回国后，由于长期旅居海外，导致日语生疏，再加上时代限制，他一度无法顺利进入教育界。然而在鹿鸣馆外交时期，舍松凭借对西方服饰礼仪的熟悉与精通英法双语，成为了当时最受西方欢迎的贵妇之一。1919年，舍松因病逝世，享年58岁。南本高子是近代日本史中最受欢迎的美人之一。她生于长崎，具有1/4德国血统。她的外祖父是来日行医的德国人，而她的母亲伊奈是德日混血儿。高子的出身带着悲剧的阴影。伊奈在就读妇产医科时，遭到了老师石井宗坚的性胁迫，高子便在这样的情境下出生。幼年的高子被送至外祖母家抚养，直到13岁。在那里，他专心学习艺术，包括针、三味线以及舞蹈，并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但这引起了希望他从医的母亲伊奈的不满。在第一任丈夫去世后，高子下定决心要追随母亲的脚步，成为妇产科医生。然而命运却以残酷的方式再次重演。求学期间，她遭受片桐重名医生的性侵，并因此怀孕，只得放弃医学志向。这个儿子后来考进医科大学，成为了医生。此后，她嫁给了山胁太监医生，生了1子2女。在此丧夫后，她便和母亲伊奈同住。在那里，高子靠着自有磨练的艺术技能生活，技艺达到了大师境界，获得了最高级别的教官资格。高子自己也曾感慨地说，回想我外祖母、母亲以及我自己的人生，都经历了太多磨难。他于1938年在东京去世，享年86岁。这是一张热度极高的幕末美女的照片，出自横滨照相馆曾出版的《军官的女儿》影集。网上常有人误将照片中的模特认作唐人阿吉或斋藤吉，然而只要仔细对比年代、照片风格以及服饰特征，就会发现这些身份其实都对不上。模特的真正身份如今已经无法考证。当时的商业摄影往往雇佣无名的模特，他们的名字不会被记录，但照片却被大量复制，流向西方收藏家之手。今天我们所能确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些无名美女确实真正存在过。中野竹子1847年生于江户的会津藩武士家庭，不仅在一刀流系谱中取得了8项出见的资格，也精通儒家经典与书法。青年时期的中野竹子曾教授刀法，并兼任文书工作，是难得具备文武双全才德的女性。1868年乌城战争爆发后，她返回故乡，在城内教授妇女与儿童刀术自卫。尽管会津藩高层不允许女性正式参战，她仍然率领母亲、妹妹以及多名自发集结的女性组成了娘子军。娘子军未被编入正式军队，但他们在会津战场上独立战斗，意志坚定。1868年10月16日，娘子军在柳桥一带与新政府军队激战，竹子持刀冲锋，在对方的火枪压制下仍然奋勇在前，一度造成敌军伤亡。然而战斗中他胸部中弹，为避免首级被敌军夺走作为战利品，他请求妹妹中野优子为其借错。战死时年仅21岁。直至今日，会津秋季上仍能看到少女列队游行，以纪念她与娘子军的英勇事迹。中泽晴1839年出生于上野国，是幕末时期极为罕见的女性武士之一。当时日本男性平均身高158厘米，而她作为女性却高达170厘米。1863年，她追随加入幕府护卫队浪士组的兄长，女扮男装前往京都，
竟没有被幕府识破。浪氏族解散后，他返回江户，又成为幕府武装新征族的早期成员之一。戊辰战争爆发后，作为武士与兄长一同转战各地。在北越之战中，他曾被10几名敌方武士包围，凭借高超的剑术强行突围并反击成功，战斗能力连男性武士也难以匹敌。在军中活动期间，中泽晴始终身着男装，即便女性身份暴露后也从未改变。这种游离于性别界限之外的存在，使她在后世留下了浓厚的传奇色彩。据说她男装时令女性倾慕，女装时令男子神往。她以剑士之道为傲，发誓只嫁给能打败自己的男人。结果因为她武艺太高，导致她始终未婚。中泽晴于1927年去世，享年88岁，安葬于故乡群马县。欢迎您观看本期的风流志福生寺。如果您还对其他地区或不同时代的美女感兴趣，请在评论区告诉我，让我们下一次在风流中再次相见。